天我要访问的这位嘉宾，他是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这里就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旁边就是他所就读的国小，这个地方就叫做民生社区。他说这里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旁边都是大树，绿树成荫，所以呢，他特别的喜欢大树。就不知道他长大之后个性是不是就像大树一样坚韧不拔、积极向上？全听你说。第一位嘉宾，不是吗？林依晨不是吗？不是。OK， 好，那我再等。接下来这位嘉宾，我去过他的童年的地方，感受过一次他的那个有温暖的地方。希望今天的访问是有温度加有深度。来了，阿宝你好。Hello， 宝仪，来，凤姐。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好，你好，欢迎来台湾。今天对你的访问，是我在台湾之行当中最期待的，因为我希望他是有看到不一样的你，有深度又有温度。跟你一样吗？别这么说，我先跟你套一下关系。你记得上一次见到我们是什么时候？颁奖给你的时候。你经理人跟你讲了还是什么？还是不是？我记得啊，因为那年因为要颁奖嘛，那我自己因为可能做主持做习惯了，我的习惯就是，即使我是当颁奖人，我也会把入围的节目看一遍。我不敢说我全部都看了，但我会挑重点看。那我还记得，我要跟其他入围的那个节目说不好意思哦。我看完所有的那个入围之后呢，我那一年我就跟我经纪人说，我说我觉得全一凤会得。为什么？因为你做的是我也很想做的节目。我记得那年你做一个节目，我忘记节目的名字了，你看多久以前了？然后你就去世界各地，去那种很苦的地方。我记得我那集看的是印度，线人。对，然后你就还自己拿着 GoPro 在那边拍，我心想说哇，这节目到底是有多苦？主持人还要身兼摄影师，因为我自己也做过评审，我知道苦成这样啊。这票我会投给你啦！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那当年我们知道自己能够入围，然后能够从你手上不要这样说得到那个奖，我就觉得有那种传承，有那种被认可。传什么承啊？还好吧，算啦，我们应该没有差。只是我上网查一下，我们只差了1岁而已。可是你比我早出道，那是真的。我们都算出道时间。OK， 好吧。对，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我看过阿宝的节目，然后我也可以从他手上拿到一个这个奖项，对我也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好开心哦！这个是客套话，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好，而且可是我觉得宝仪跟我们新加坡还有很多息息相关的关系，就是你也曾经来主持过红星大奖，对，还有那个慈善节目，对，心爱的心，对。你觉得这个两地文化跟电视圈的背景有什么不同？哇，一来就问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因为你都主持过啊，因为我们也常常接受外地嘉宾的主持，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新加坡的比较严谨。其实是真的比较严谨，真的、其实真的比较严。OK， 等一下，你那一次颁奖礼的那个词，是自己撰的，还是撰稿给，还是自己写的？哦，对，自己写的。那在国外或者是你主持过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是对我自己写的，就是应该是说我会看节目的性质，比方说如果今天，比方说如果我在新加坡主持节目的话，我其实会蛮按照新加坡的规矩。对，因为新加坡其实是一个蛮按部就班的，对。然后我也很怕，因为我毕竟是外来的主持人，其实我很怕我踩到地雷。但我觉得我要尊重地主国。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用的文法、词句跟
很多东西不是你惯性的，你就会对，我会尽量学习，你不会提出意见，然后去改它。除非它违背我的善良意志。哦，要不然我觉得其实说话是一种习惯，语对言是一种习惯，重点是你要沟通的那个人要听得懂你说的话。所以在新加坡，你大部分就是你去接受，对，尽量跟着原。我尽量跟着对，因为说实在的，因为新加坡也不会逼我做完全不是我不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我也其实就是完成任务。可能那一次做颁奖典礼的颁奖人的时候，可能因为时间相对来讲比较短，就是我不需要肩负一个颁奖典礼的成败，我只是要把我那一趴好好的完成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也很想透过一个颁奖典礼传递一些我对主持这2个字的想法，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完。然后，所以那个稿是我自己，当然我有问过，我说那我可以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而且我有说一次给他们听，他们是先给你，他们先给我一份，然后你就，然后我说，可是我想说这个，如果你们觉得很不好，那我也可以照你们的讲。然后他们看完了我想要说的，就觉得这个也蛮好的，所以我就照我想要说的说。主持这份工作呢，我已经做了超过20年了。我真的很庆幸我能够找到这份我愿意做一辈子的工作。有的时候，当我访问了很好的人，做了很好节目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会羡慕我自己。而今天，我真心羡慕坐在台下这5位主持人。怡凤，我不是很羡慕他了，因为他都去很苦的地方、很脏的地方。但怡凤，我跟你说，我真的很羡慕你。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主持人，除了要带给大家笑声、带给大家娱乐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观众的眼睛，成为观众的良心。即使是在这个世界最艰难的地方，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人生的光亮，而且点燃它。所以怡凤，我羡慕死你了。在其他地方呢，他们也是会给你这些资料，还是也是你自己去？哦，那其实要看，比如说在大陆，或者是在，比方说像我刚刚在澳门主持完一个斯诺克的时尚之夜，我就会。斯诺克是什么？斯诺克。对。哦。对，我必须要讲斯诺克，因为他们才听得懂。那斯诺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相对比较不熟悉的领域，那我就会需要他们给我大量的资料补充。那我自己也会上网看一些游戏规则啊、比赛规则啊，然后来的嘉宾他们的背景啊什么之类的。但他会给你死稿吗？他会给我死稿啊，你跟着死稿背？不一定。你记忆力强吗？记忆力。随着年龄，你会尽可能的，我会尽可能，也不会耶，应该是说我会看，我会抓一个大方向，除非是他们会要求，比方说这个活动的主旨，主旨是1个字都不能错的，与会的来宾，这种当然也是1个字都不能错的，那个我会想办法把它记下来。当然，对。那也就是说，你主持过香港、台湾、澳门、大陆、新加坡。可能新马还有其他地方，这么多地方来做比较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比较不会去控制主持人，让你能够比较自由的去发挥？哪一个地方？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限制，然后应该说每个地方在意的点不一样，它是一个没有办法量化的。他没有办法量化说因为他有100点要在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限制比较多，这个地方有2点，可能他那2点是踩到我的底线的。那对我来说，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多、比较少的？其实我没有在比较这个事，因为对我来说，主持是一个蛮像服务性的行业。好，那我既然服务了，我不会把限制当成是束缚。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你应该要遵守的规矩，就好像你去别人家做客。你不会随随便便把脚放在别人的桌子上是一样的。我希望所有我们新加坡的新主持人，或者是想要当一些主持人，因为我们有很多一些新人，有华文不错，或者是觉得说，我想当主持人，主持人很简单，给我背稿就好了。你的这些专业的提点啊，对一些新人是非常有用的。应该是说，我如果跟年轻的朋友想当主持人的朋友分享什么是当主持人的话，其实我会很想跟他们说，如果你真心想要当一个主持人，其实你应该回过头来看，你为什么想当主持人。以我们2个来讲，为什么那年我颁奖给你，我很开心。我觉得我们2个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其实都很想要透过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然后把我们看到的东西跟别人分享。
当我们看到辽阔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用从眼睛看到的东西，用文字，用我们的体会，把它形容，把它带给观众。就像你讲的，服务观众。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主持人，你对这个世界一定要有足够的好奇心。然后你要有很好的耳朵去聆听。对，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些话，你说哪个地方限制很多，其实我不会太把那些限制放在心上，是因为我没有把我自己放得很前面。我今天来做主持，我不是为了来展现我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或是我是来展现我多么会讲英文、会讲中文、会讲粤语、会讲闽南语。没有，我只是，比方说，如果今天是一个访谈节目，我就把我眼前看到的人的好跟大家分享。对，我今天做的是美食节目。这东西有多好吃呢？我有没有足够的 sense 去知道什么叫好吃，什么叫不好吃，并且能够很清楚的形容出来呢？对，我有多想了解我眼前的这个人，我有多想聆听他的故事，然后让他的故事也被别人听见，也被别人看见。是，我觉得那才是一个主持人对我来说，要不然你就是个司仪。司仪是另外一件事，那个是大会，对，一个跟着lean item 一直走的一个大会。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你这样讲，我就很有感慨，因为我碰到好多我们年轻的朋友，他们讲他们想要做主持人，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们只要带我出国，我就会把节目做得很好。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出国是最难做的，因为它随时会有变化，你要随时更改，随时备稿，随时转一个稿，或者故事临时会变化。但是那些新人就觉得，你只要带我去游乐园，你只要带我去看夕阳下山，我就可以也可以成为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主持人。他们把主持想象的太简单了。应该是这么说啦，如果他这样做了，也有得到工作机会。那就是给他工作机会的人也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就是我这样想就可以了，而是如果今天整个行业其实都觉得无所谓，或者是觉得主持人不重要，那养出这样的主持人也只是刚好而已。对，如果整个行业都很尊重主持人是一个专业，明白一个好的主持人跟不要说不好啦，就是还需要再努力的助理主持的差别在哪里？我认识很多助理主持人，主持的比真的主持人还要好，因为他们做的功课更多，他们更想往上爬一层。我觉得不只是往上爬，而是他们尊重自己的工作。也是。对啊，所以宝仪还在2022年的时候，一个人担任了金钟奖的大会司仪。哇，那个时候你自己一个人站在那个舞台上，压力大不大？超大的。会哦，因为我以前大部分的颁奖典礼主持都有搭档，对，但是你是一个人，这次是一个人。那个你获得好评如潮啊，谢谢。一开场就获得了很多人的鼓励啊、赞赏啊，跟你的那个得体的发表语言。你那个时候，我想知道的就是，除了压力大以外，在这之前的筹备跟准备工作是多长？我应该是7月的时候准备，就我答应接下这个工作。然后那之后，其实我就开始不断的跟制作单位一起发想，比方说片头的影片我们要拍什么。在这整个7月开始谈论的过程当中，身为一个主持人，你的掌控权有多强？我非常感谢三立电视台，他们给我很大的自主权。我觉得当时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其实也希望我能够多投入，所以他们会不断的找我开会。不断的问我说：“哎，你觉得这样好不好？那你有什么想法？”然后我们就是一个点子一个点子的把那个典礼的环节慢慢补齐这样子。我觉得好最漂亮的那个是你开场，你大方又典雅的缓缓的开场之后，再加上你那一身的礼服，一转身就是1年32部作品的剧照，在你的那个身上的那个 Q 跟那个点。好震撼，好经典。是你的 idea 还是设计师？应该是我们想要做一套衣服。当时我是跟设计师说，我们可以做一套衣服，是把5部入围的影片的元素，本来是想说是元素放在身上这样子。
后来是设计师跟我说，他说，元素有点难哦，因为如果比方说有2部是时装，可是时装其实就是这样，时装有什么元素？因为所谓元素就是，比方如果是茶经，台湾之前的那部电视剧《茶经》，它是一个比较有年代的，可能你会看得出来一点元素，或者是它是斯卡罗啊，它有一些原住民的，也是一个年代的，会有一些元素。但如果是时装就没有元素可言了，他觉得会有困难，他才提出说，那是不是可以用剧照的方式？我说，这个也很好而且剧照的话就不止5部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全部，只是把5部入围的放在重点部。姚军老师为我设计了这一袍战服，他把今年入围金钟奖的32部戏剧的剧照都印在了我身上，所以当我在台上转一圈，台湾的戏剧就过了1年。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自己变自己的提字机，这个是那一部剧，这部是那部剧，后面又是哪一部剧？其实我看不到，我要记得我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变成自己提字机。对。但我觉得我的运气也特别好。所谓运气特别好，是因为真的就是刚好去年第一次真的开放让造型可以成为一个奖项。要不然那个点子我也用不了。对啊，所以我说颁奖典礼真的就是很多事情，它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扣得很紧，然后你就让它水到渠成就好了。我想问一下，我有看到你说你一下后台，光是开场就得到很多人给你的一些 support。对，马上就那个是我真的蛮开心的，因为给我 support 的是我很尊重的长辈。比如说谁？小燕姐啊。哦，对啊，他马上在家里看开场完，他就马上简讯。他简讯你，他跟你讲什么？我忘了耶。我忘记了，就大概意思就有点像什么很好的开场，就 good job 类似这一种的，但对我来说就是定心丸嘛。OK， 然后我也知道你说你对颁奖典礼之后，你有一点点的遗憾，而那个遗憾是说你很希望有一天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得奖，而感谢你的恩师有这个机会，所以你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就是关于小燕姐的。对，你想要感谢她什么？我感谢她带我入行啊。我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谢谢他，私底下的谢谢是非常多了，我们买出吃饭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公开场合其实对一个长辈来说是很正式的一个尊重，因为我其实2013年的时候有拿过金钟奖，但颁奖典礼那一天我人在北京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台上领奖，所以那篇讲稿我也没有在台上讲。那这一次因为我没有得奖，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在台上谢谢他这样子。我们这边就知道了，就是你要一直要感谢他，是因为小燕姐这个人物是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是发掘你的、带你入行的人。应该是说我成为他的艺人之后，我才比较认真的把主持当成是一份很正式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就是做电视幕后的嘛，就是跟他们一样啊。就跟他们一样啊，然后因为我就是帮主持人写稿子的嘛，然后写完之后，他们就说，反正稿子也是你写的，那你就上去把它讲完吧。然后你知道，我记得在做幕后的时候，我只问了一句话，我说，那我有多的钱可以领吗？他们说有，我说好啊，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存钱去外国读书，才去当助理主持人的。可是，一直到小燕姐把我签下来了，我才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我的一份很正式的，我要不只是玩票性质的。OK， 因为在台湾很多人都跟小燕姐，尤其主持人都跟小燕姐是有关系的，都觉得她是恩人、导师、明灯这些。我想要知道小燕姐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她给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真的就是让我正式主持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带你入行的老师，我觉得身为父母其实也是一样。当你不管再怎么耳提面命的跟你的孩子说，你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啊，你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都比不上你是一个正直的人，跟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觉得，因为小燕姐用她的工作态度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主持人的工作，她不会说，你就是应该要把所有的入围影片看完呐，你就是应该这个问题要问，那个问题不要问呐，你就是应该彩排3天，她不会说，她就是做给你看。那你在旁边看了，你就会知道，你想跟她一样好吗？那你就要照她这样做。然后在你人生的一些，比方说比较大的一些坎之外啊，他有没有给你一些特别的帮助，或者说特别的安抚，让你能够过一些人生的坎坷？
我觉得其实我们相处真的很日常。所谓很日常，就是你知道他第一次约我见面，坐下来想要问我要不要当他旗下的艺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头的头1-2个小时没有讲一句跟工作有关的话，我们都是在聊生活啊、家庭啊，然后学习啊，以前读书的时候啊，很家常。为什么呢？你觉得？我觉得为什么啊？他想多认识你是一个人吧。就是把人当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那我觉得也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要签给他。就是我知道他不会签了我之后把我当成是一个工具。然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主持什么节目，在什么镜头面前出镜的这个印象吗？成为一个正式的艺人，正式的艺人，成为正式主持人。你会不记得？我都记得我是在哪里出生的嘞，我还 NG 整个 blackout。就因为我是先做了一段助理主持人，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过渡哎。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个 moment 是我站在那里告诉我自己说，对，就是今天跟昨天的我不一样了，所以没有哎，我没有这个。有没有人欺负你？一定有啊。新主持人一定会的，这个辈分的问题，不让你讲话或者你话多，有时候我也接不上话，太嫩了，太嫩了。有没有发生过那个就录完影之后回去看，怎么从头到尾没出现过？有啊，一定有那种丧气跟那种丧。对，那时候真的会自我怀疑，说那我是不是不太适合做一个主持人？但我后来我觉得我运气非常好，是因为我当时同时做了好几个节目的主持，所以我只是在 A 节目讲不上话 ，B 节目因为只有我一个主持人，所以拼命讲。对，我没有那种，就是后来我才明白说，其实我不是一个适合做全方位主持的人。就比方说，其实我不太适合做游戏类主持。哦 ，OK，对，就是我觉得宪哥的游戏玩的超好的。他很会炒热气氛，他很会开玩笑，很会讲笑话，很会逗人。可是我只要在他旁边，我就会觉得说不上话，说不上话。或者顾我笑啊，好好笑，好好笑。对。可是如果你要我做访谈类节目的话，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因为你的敏感度够，然后我喜欢跟人聊天，然后我喜欢听人说话，那慢慢我才知道，所谓的全方位主持人不存在，有，不存在啊，不存在，大家不要想太多。但是你一出道就也算是人生的巅峰啦，因为你就出唱片，你的歌我很喜欢哎，哒哒哒哒哒哒，没有人。我非常感谢新加坡的创作人梁文福帮我写了《没有人》，我非常感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带我去了很多地方。我记得那几年啊，我新马去了超多次的。我每次只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我都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东西太好吃了。我每天都在等收工，说今天要去，然后去马来西亚我就说今天要去哪个妈妈档了，然后呢新加坡要去吃咖喱蟹吗？那可以去吃个大排档吗？或者什么之类的。但你现在也可以吃啊，这也是我们特地带来的啊。没有绿蛋糕吗？哎呀，我的天哪！为什么港台艺人都要那个绿蛋糕？我跟你说，我妈刚从新加坡回来，可是她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刚好也出国了，我去了一趟日本。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它就是绿蛋糕已经过期了。对，要不然我就会很想跟他说：“麻烦你带。”这太好吃了。OK， 好。然后宝仪就主持了很多的节目了。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自己比较欣赏、比较喜欢，甚至于可以说是代表作的作品？我知道很多人怕这个问题。你叫我得罪其他的节目？对不起，好，我知道，我也很怕。叫我怎么能相信你是个善良的主持人？厚此薄彼，你讲这个，等一下又得罪那个，讲这个又得罪那个。OK， 不能说代表作，因为代表作可能每一部都很喜欢。OK， 至今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个重点，其他都很容易忘记，就对了。哎呀，你别，没有，应该这么说啦，就是我觉得每个节目都带给我不一样的学习，有的是痛苦的学习，有的是愉快的学习。
那我只能说，我期许我自己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主持人。我的确有我相对擅长跟喜欢的节目。我举个例子，我只是我举个例子，没有说到这。我很喜欢我做了2季的一个节目，叫做《我们回家吧》。我们回家吧是因为它结合了我喜欢的所有元素，比方说我喜欢吃，我喜欢旅行，我喜欢玩，我喜欢人。他把所有我喜欢的东西全部聚集在一起。当时我记得，因为疫情刚开始，2020年，大家哪里都不能去，我也没办法出国。然后我们制作人就说：“哎，那宝仪，你有什么节目想做的？”其实就是很单纯，就是我只是想要出去玩，然后我想要好玩的人带我去他们家玩，尤其是像台南这种地方，台南很多好吃的小吃，可是每一个台南人都会跟你说：“你那是什么？我们家巷子口的那个才是。”对对，也是。对，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他熟悉怀念的味道，我就是要吃那个。对，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啊。什么几盘就是得奖啊，或者什么的啊，网络推荐几颗星，我就是要吃你觉得最好吃的那个。然后我去你长大的地方，你告诉我你是怎么长大的，对，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是哪些东西是影响了你一辈子的，是。然后我想要做这个，然后在访问他的时候，你又刚好看到他从小到大的那个点，对，不管是那棵树也好，那个庙也好，然后我又可以出去玩。这个 idea 是你的出发点，然后跟制作单位沟通，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你的节目，真的是全权去策划，对，包括名字吗？名字差不多。那受邀的嘉宾呢？我也要选啊，我要跟我喜欢的人回家啊。我如果不喜欢他，我干嘛跟他回家？我都不想看到他。对我自己做节目，我还不能挑来宾吗 ？OK，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觉得蛮满意的一个作品。所以做了这么多节目，我们也不要说什么特别的代表作啦。明天之前，我其实如果你愿意提，我也蛮愿意提的。就是我觉得它绝对是 once of a lifetime 遇到的一个节目，对一个主持人来说。我记得当时他们来邀约的时候，我心想说：你们是疯了吗？就是你们要确定找一个，因为全英文访问，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可能在新加坡来讲很 common， 但是在台湾来讲其实没有那么普遍。然后每一个主题都这么的前沿又这么的沉重，不管是安乐死、人类永生、美墨边境跟 AI sex robot， 每一个领域都是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考验。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邀约来找我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跟他说不，这个机会我这辈子不可能再遇到了。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硬着头皮。所以你为了要去克服那个外语的话，所以你就真的去恶补一些。我没有恶补，我应该说，所以我说人生真的是都有它非常奇妙的安排。我记得明天之前是2018年的时候出国录影的。他们是2017年底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做这个节目的，可是2017年的1月，每个礼拜找老师就是聊英文，一直聊。所以他一切这种冥冥当中，对他最好的安排。对，就是如果我不是已经学了大半年的英文，这个邀约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不敢接。对。可是当事情都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老师也给我找好了，机会这么好，我不做吗？对不起，我自己做吧，所以我就去做了。而且你做了那个节目之后，听说你还写了一封遗书，留给你的男朋友。没有留给他啦，不要这样讲。那封遗书是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才有用，那没出事啊，我很好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墨西哥拍摄，然后我们导演就一直恐吓我们说：“哎呀，墨西哥很危险呐，我们还要请保镖，宝贝还要带着枪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好害怕。那我男朋友本来就跟我说：“不要去了，有什么节目值得你冒这个险？”其实我长大之后，我蛮能够理解他们在我3岁的时候做出要分开的那个决定。但我唯一有的遗憾，可能就是我们没有一起长大。会不会因为父母亲都是艺人，带给你生活上的利弊？一定会有人酸言酸语说：“哎呀，他一定就是靠着他爸爸才会得到这些工作机会啊，或者什么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是谁的女儿这个事实，但我可以改变的是我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的心态。
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